2015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9，自此开始，在国家考试中作弊将被处以最高7年有期徒刑。然而，在考试作弊入刑后的第1年，中国还是发生了24起高考作弊案。这些作弊者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方法？为了防止作弊，官方又有什么高科技手段？在中国，高考试卷与核武器一样，是最高级别的国家秘密。但在2003年，四川南充发生了建国以来首例，也是唯一一例高考试卷被盗案，一度惊动中央。受此案影响，政府在次年迅速出台了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的高考试卷在命题、印刷、运输以及存放这4个环节的保密措施都不亚于间谍战。这些措施让提前窃取考题变得极其困难，而且一旦有泄题迹象，官方就会启用另一套附题，让窃题者前功尽弃。于是，直接在考场作弊就成了唯一出路。最简单的作弊方案是找枪手。枪手替考只要解决一个问题：考生的身份验证，这包括机器的指纹及2代身份证识别，以及监考官的人工信息比对。对于前者，枪手可以用考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指纹膜骗过机器。今天，指纹膜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单个制作成本不到5元。而对于后者，只能买通监考官。2014年就有媒体爆出，在河南杞县打点一个考场只要7万元。但从2016年开始，各地纷纷升级了生物识别技术，采用2代证、指纹以及人脸识别3重验证，更有通道式身份识别系统，可以通过高清摄像头时刻核对考生信息。此外，还有静脉、虹膜、声纹等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也已在尝试应用当中。不过，这些手段虽能挡住枪手，却挡不住考生自带高科技作弊器材。实现一次高科技作弊需要兵分3路。首先，派人潜伏在考场，将针孔摄像机隐藏在纽扣、眼镜、钢笔等物品中偷拍试卷，并用手机等无线传输设备发送出去，甚至可以提前交卷，直接人肉带出考场。场外作弊人员收到试题后，会组织多名枪手同时作业，整理好答案，再通过无线信号以语音或文字发给考生，而考生必须把特制的接收器藏在身上，比如鞋底、背心乃至卫生巾内。这些接收器能进一步把信号传输至耳道内只有黄豆大小的隐藏式无线耳机，或者更隐蔽的口腔骨传导耳机。另一类接收器则直接带有黑白液晶屏，伪装成橡皮擦、手表、尺子等物品，可以显示文字信息。尽管官方很快启用了金属探测器搜查这些作弊器材，但作弊者还是有办法蒙混过关，比如临时戴上金属牙套并提供医院证明，就能顺理成章地把口腔骨传导耳机偷渡进考场。终于在2011年，教育部提出了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的构想，把阻断、侦测作弊器材的无线信号作为防作弊重点。从这份2017年江苏省的采购文件中可以看到，标准化考点内的反作弊设备可以屏蔽几乎所有频段的信号，并具备监听录音功能，方便取证。突然这个点就出现了一个可疑信号。好，第一页答案就先传到这里。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压制设备呢，就也和它发射一个同频的设备，是同频的这个信号，但是这个信号的功率要比它强，所以说把它这个信号给它阻断了。但考场那个作弊的考生接到是我们这个警示音。还有各种侦测设备用于精确定位考场内外的无线作弊器。当我现在用定向天线测它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频谱不同的图形，发现它最大的方向。那么向最大的方向走，就可以抓到它。再配合高清网上巡查系统，足以让作弊者无从下手。此外，民间还有一些更先进的反作弊设备，比如江苏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监控装置，据称可以获取考生的脑电波，分析他们是否有作弊的念头，真正实现未卜先知，将作弊行为扼杀在摇篮里。我是张伟阳，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请转发支持我们，关注我们的微博，并在私信回复高考，可以获取视频里提到几份文件。最后，我们要祝各位学子高考顺利，下期节目见。